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王一博粉丝正能量致敬各行各业默默奉献的无名者。少年无名，心存信仰，一夜着墨书山河，世间有光，身谱华夏，一生一曲无名歌。王一博粉丝2月在全国10家城市，面向20家群体举办电影无名公益观影活动。该公益活动邀请各地视障文化服务中心、各地便民服务中心、智障人士服务中心、助学公益服务中心、义工联合会、退役军人事务局、儿童公益项目组织、拥军优属志愿者、青年志愿者协会、各地观影团、空军部队、志愿者、公安系统人员、交警支队、消防支队、各地医护人员、法院工作者、报社人员、公益组织、各地银行服务人员参与到公益观影活动中，共赏光影之美。正是这些无名者的默默付出，汇成照亮这世界的万丈光芒。愿信仰永不磨灭，理想熠熠闪光。王一博无名中叶先生的民国心学公子的故事。叶先生在佛堂里流泪的年轻人，若是纱布为慈悲，那么青史便不会有血泪两行。这个年代的大家读过太多余联，看过太多纸牌屋，见识过叔本华勒庞马基雅维利，自认有着非常深刻的高级现实主义审美，深信斯治方为真实，暗黑才是立体。歌喉的意义只能是歌喉，但这不是真实的民国青年一代呀。有多少人去了解过？或许所谓的黑色现实主义才是真正的现代审美，而佛堂前垂泪的年轻人才是历史真实的写照。这正是史实的吊诡之处和人物真正生动的魅力。它比后世逻辑更为惊人的简洁，也比复杂更深一个维度的复杂。它有着真正不按常理出牌和不向任何逻辑妥协的美。除了作为乱世里茜叶一般飘零无依的年轻人之外，叶先生的衣冠楚楚也非同其他人的衣冠楚楚。他以极其轻少的年纪，走到了伪政府特务机关中层的位置，精通日文和军政，身手不凡，记忆力惊人，有一个高知进步青年未婚妻。其实有一个慈城岛始终暗贯全篇，新型知识分子，比如何先生，在那个民智未开的年代，正是这一类人作为引领者和中流砥柱支撑起支离破碎的山河。而谢先生则代表一类更为年轻的人，民国心学公子。这比混血的臆测更为生动与合理。民国心学公子，家世未必显赫，但至少书香或士绅，在那个梁启超的新民说还在被湮灭，讲究精英教育的民国，被《论语》和西语共同培育长大。东渡扶桑，西见欧美，山河破碎里混沌，风花雪月里迷醉，喝着咖啡红酒，吃着日料西餐，说着中文日文英文。与经历过甲午海役和庚子之乱，年轻而沉重的父辈不同，叶先生这一代人年轻而天真，以至于令人疑惑是否可肩负起未来国运。但几乎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他们最终证明甚至比父辈更未忘记心中的苦名。王一博2部电影官宣定档，官方海报一出，他再次被吐槽。王一博作为圈子里的顶流，一举一动都会被无限放大。他的粉丝基数庞大，相对应地，黑粉数量和粉丝数量也是成正比的。他的每一个行动几乎都会被过度解读，这大概是圈内流量艺人都会享受到的待遇吧。虽然是常态，但是每当遇到一回，心里大概多少都会有点膈应吧。
王一博以组合成员出道，在依旧唱跳的基础上，进入了影视圈。从配角开始，一步一个脚印，直到2019年遇到了蓝忘机这个角色，和肖战一跃晋升，成为了圈内的双顶流。他手里已经握有10部电视剧作品，除了《陈情令》，还有《有匪》《冰与火》等口碑佳作。如今，他又转战大银幕，年初上线的电影《无名》也是取得了佳绩。在春节档竞争如此激烈的情形下，最终依旧拿到了9.31亿票房，同时打破了4项纪录，68项里程碑。这个票房或许看起来并不算突出，但是对于王一博进军大银幕的首战而言，已经很亮眼。他参与主演的电影《长空之王》和《热烈》2部电影也都官宣定档，又是对王一博票房号召力的一次考验。当初为了拍摄好《长空之王》中的角色，他是提前1个月进组训练，为了把雷雨这个角色诠释好。《长空之王》的演员阵容也很强大，胡军、周冬雨都参与了。该电影定档在4月28日上线，他也是忙着参加路演，给电影宣传。同样定档的还有《热烈》，是大鹏执导的电影。合作前辈黄渤，对于王一博而言，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他在里面饰演卖艺少年陈硕，与他团队成员还是很吻合的。电影里的他是一个阳光少年，热烈追梦，为了能上场不断努力，相信大家可以看到他精彩的舞技。热烈定档在7月28日，官方海报也是第一时间就放出来了。只不过在一众期待声中，总会夹杂着一些不和谐的声音。首当其冲的自然就是王一博，他被黑粉吐槽不配起身，不配露脸，凸显他低人一等。只能说，现在黑粉黑人简直毫无逻辑可言。这样的场景其实对于王一博和粉丝们而言，早已经似曾相识，毕竟无缘无故被吐槽是常态。但是，编剧陈芷溪可不惯着黑粉，直接取证怒对，还好心给解读了该海报的真实含义。最后，预祝《长空之王》和《热烈》都能取得理想的票房。你们会去看吗？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